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苹果新鲜出炉的 iPhone 16，大家冲了吗？据说 iPhone 16系列首周预订量只有3700万台，比去年同期 iPhone 15系列卖的还差，这导致许多人又开始唱衰苹果，搞出一副苹果要完的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机预售当天还是掀起了一波小高潮。苹果官网一度出现宕机的情况 ，iPhone 16 Pro Max 闪电售罄，据说16 Pro 和16 Pro Max 发货时间已经排到了10月中旬。看来很多人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然而，随着首批真机落入用户手中，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引发了公众对于苹果品控标准的广泛讨论与吐槽。据初步收集的用户反馈 ，iPhone 16系列，尤其是 iPhone 16 Pro 版本，遭遇了若干令人不悦的 bug 和瑕疵。今天 Jeffrey 就和大家聊聊这些 bug， 看看你中招没。近日，有网友发现，苹果官网删除了 iPhone 16系列后置镜头配备抗反射镜头涂层的描述。奇怪的是 ，Apple Store 应用的机型对比中却还保留着抗反射镜头涂层的描述。目前我们不清楚苹果为啥要对官网页面的参数做这个修改。据了解 ，iPhone 16系列抗反射镜头涂层通过减少光线反射，能够有效降低强光环境下的光晕效果，提高成像的清晰度。但多位博主实际测试发现，在复杂的光线环境下 ，iPhone 16系列鬼影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完全消除。但也有网友指出，抗反射涂层主要是减少拍照时的眩光，对鬼影问题作用不大。那么这次苹果悄悄删掉 iPhone 16抗反射涂层的描述，就有些让人费解了。到底是没达到应有效果，还是根本就没这层涂层？看看后续苹果会不会给个合理的解释吧。至少从测试结果来看，自 iPhone 11系列就出现的鬼影问题，苹果依然没有彻底解决。除了官网参数的修改，也有用户反馈称 iPhone 16 Pro 在屏幕触摸方面出问题了。具体来说，屏幕上有一些区域不响应，导致轻触失效、滑动被忽视，以及滚动或按按钮时出现困难。这种情况在使用虚拟键盘时尤为明显，可能会导致输入错误。最初以为这个问题只出现在 iPhone 16 Pro 上，但后来的用户反馈表明，这是一个更广泛的软件相关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是 iOS 18中过于敏感的触摸拒绝算法。这个算法本来是为了忽略意外触摸而设计的，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无意中接触屏幕边缘可能会触发系统暂时忽略所有新的触摸，而新款 iPhone 16的更窄边框可能加剧了这个问题，让用户在握持设备时更容易意外触发拒绝机制。目前，一个临时解决办法是带上手机壳使用，避免手指不经意碰到屏幕边缘。当然，如果是软件 bug 导致的问题，苹果应该会在后续软件更新中尽快修复。除了上面两个较为显著的 bug 外，还有用户反馈 iPhone 16 Pro 存在以下瑕疵，比如应用兼容性。部分用户反映，在使用微信等热门应用时，界面出现了意外的遮挡现象，直接影响了应用的正常功能体验，给用户带来了不便。外观瑕疵。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新机开箱即发现存在划痕和掉漆等外观问题，这在新品发售初期实属罕见，迅速成为用户热议的焦点。内部清洁度。更有博主通过拆解 iPhone 16 Pro 发现，手机摄像头内部竟含有少量灰尘，这一发现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对苹果品控流程的质疑。面对上述问题，苹果公司迅速做出回应，强调所有设备在出厂前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流程，确保功能和外观均达到高标准。针对掉漆和划痕的情况，苹果表示这可能是由于运输过程中的意外磕碰所致，并承诺凡是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的产品，若在14天内发现任何质量问题，均可享受无条件退换货服务，包括因个人喜好原因对颜色不满意的情况。至于应用适配问题，苹果方面则解释称，新机型核心系统的推出往往需要一定时间让第三方开发者进行适配优化。苹果鼓励用户耐心等待，相信随着后续版本的更新，这些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还有 iPhone 16全系列进一步收窄了4个边框的黑边，看起来都做到了4边等宽。不过根据苹果最新公布的配件设计参考尺寸图，并非全然如此。今年 iPhone 16 Pro 系列除了屏幕边大了 0.2 英寸之外，整个黑边也大幅度缩小。如果数据没错的话， iPhone 16 Pro Max 可能是目前黑边最窄的智能手机之一了。其中 iPhone 16 Pro 的上下黑边宽度均为 1.41 毫米，左右黑边宽度均为 1.44 毫米，只差了区 0.03 毫米。如果让强迫症们知道了，肯定要百爪挠心。有趣的是，其他3款全都是4边等宽，其中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的黑边宽度都是 2.275 毫米， iPhone 16 Pro Max 则是最窄的，只有 1.36 毫米。其实 0.03 毫米的差距完全是肉眼无法察觉的，需要借助精密仪器才能检测出来。使用上可以说是与4等边框设计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差距实在是太小了。不过黑边变窄带来的问题也更多，
除了全包的钢化膜更加麻烦之外，还特别容易碎边，已经有国外媒体进行了衰落测试。从实测来看 ，iPhone 16 Pro 只要边框受到一定的碰撞就会开裂，因为黑边实在是太细了，而且 iPhone 的屏幕是略微突出在边框上面的，很难被边框保护。如果你的 iPhone 16 Pro 屏幕不幸破裂，那么官方给出的维修价格高达329美元，而 Max 版本更是高达379美元，这比大部分安卓智能手机本体还要贵。不过贴膜可以极大的保护屏幕碎裂的可能，但话又说回来了，黑边太窄，贴膜确实是个问题。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外界疯传 iPhone 16使用钢壳电池容易被爆炸、引爆等问题，对此，苹果技术顾问称无法核实网上流传信息的真实性，但苹果的产品在出厂时会经过严格的质检流程，没有问题才会发售的。如果有远程引爆之类的，国家也不会允许发售，所以设备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从拆解看，苹果此举是为了加大散热，同时也是为好拆解。除此之外，苹果在 iPhone 16 Pro 首次使用钢制外壳电池的原因，很大可能与欧盟政策要求便携式设备需采用消费者易于拆卸与更换电池的设计有关。近日，巴西监管机构公布了 iPhone 16电池容量细节。具体来说， iPhone 16电池是3561毫安时，比 iPhone 15多了212毫安时。iPhone 16 Plus 电池是4674毫安时，比 iPhone 15 Plus 多了291毫安时。iPhone 16 Pro 电池是3582毫安时，比 iPhone 15 Pro 多了308毫安时。iPhone 16 Pro Max 电池是4685毫安时，比 iPhone 15 Pro Max 多了263毫安时。对比来看， iPhone 16 Pro Max 依然是16系列中电池最大的机型。媒体的测试数据显示，得益于电池容量的增加以及 A18 芯片的能效进化， iPhone 16系列续航有了大幅提升。在 5G 网络浏览测试中， iPhone 16 Pro 系列续航明显优于前代，其中 iPhone 16 Pro 续航长达14小时7分钟，上代机型是10小时53分钟。 iPhone 16 Pro Max 续航长达18小时6分钟，高于上代的14小时2分钟。最后，此次 iPhone 16系列的品控风波无疑给苹果的品牌形象带来一定冲击，但苹果的快速响应和积极态度也展现了其对用户反馈的重视。综合来看， iPhone 16依然有拿得出手的独特优势吸引用户购机，而苹果 Apple Intelligence 似乎也依然值得期待，最终能卖多少，我们期待一下后续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iPhone 16出现的这些瑕疵会影响你的购买吗？你有发现 iPhone 16的其他 bug 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